从记事起，就只有这座山这2间茅屋1个老头。这18年，他被教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本事。夏末的山顶没有风，楚长生蹲在石墩上，一手捏着半只酱猪蹄，一手攥着一个破旧的布袋，袋口散开，里头塞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，一叠薄薄的钞票，还有一枚黑色原石，石面被打磨得极光，形状古怪，看不出用途。他就这么蹲着，一声不吭，眼睛盯着秦山。秦山站在茅屋门口，背对着他，盯着山下那一片混沌的白雾。他在山上住了整整18年。现在老头让他下山，去江州，有个姓苏的女人是你媳妇儿，你去当上门女婿。秦山沉默了大约10秒，转过身，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这个把他养大的糟老头。你说清楚，我是哪只耳朵听见自己要娶媳妇了？2只，这事儿是我应下的。你出生那年，我出生那年，我还在吃奶。你那时候不吃奶了，都会跑了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老头子我答应过的事儿不能反悔。你是我徒弟，你给我下山，把媳妇儿娶了，明白不？秦山脚步稳如磐石，没有被推动丝毫，只是扭头看着他。那姑娘长什么样？比山下那个杀猪的老王嫂好看，比她年轻30岁，身段也好。就这水准，钱呢？袋里有120块，省着点用。下山，你的身世，你的仇，日后你会一点一点摸清楚。我能给你的都在这袋子里，还有这枚石头，好好收着，日后自然知道用处。现在先把媳妇儿娶了，别给我丢人。秦山没有再问，他接过布袋，斜挎在肩上，背对着茅屋，背对着老头，迈开步子往山路走去。走了20几步，从头到尾目视前方，连脖颈都没有偏转过哪怕1毫米。他没有回头。停在江州站的时候，站台上广播正在循环播报某个航班的延误通知。秦山背着那个洗白的布袋，混在涌动的人潮里走出出站口，在台阶上站定，抬头看了一眼。江州，华国东部最繁华的几座城市之一。老头下山前提过一嘴，口气像是介绍地图上的坐标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眼前这片景象确实说得上繁华，最后落在来来往往的女人身上，做了一个很认真的评估。老王嫂那宽阔如墙的结实后背，以及她挥舞杀猪刀报时青筋的粗壮手臂。结论：插旗如意，都太瘦了，有点肺炎。他从布袋里掏出一张叠了很多次的纸条，上面是老头用毛笔潦草写下的地址：苏婉清，清苑集团总裁，江州市。下面还有一行字，笔记比前面小许多，像是临时加上来的。秦山把纸条折好塞回去，在台阶上扫视了一圈。来接他的人，他不知道长什么样，但他有鼻子。现在，他慢慢呼了一口气，让那些混杂的气息、汽车尾气、炸鸡摊的油烟、人群里各种廉价香水和汗味，一层一层在鼻腔里过筛。然后他找到了一条细线，淡淡的气息，不是香水，是某种天然的植物提取物，混着一点血腥气，不是新鲜的，而是积年累月藏在身体深处的那种。心脏，这人心脏有问题。白是真的很白，只是太瘦了，胸没什么肉，腰细得像风能吹跑，少了结实的质感。老头说你比老王嫂好看。谁是老王嫂？我们山下的杀猪婆。上车，我们需要谈谈。苏婉清的表情静了整整2秒。车子驶离出站口，进入主路。苏婉清没有立刻说话，双手握着方向盘，眼神放在前方。沉默持续了大约3分钟，是苏婉清先开口的。老爷子的意思我知道，但我需要你先明白我的态度。说。我不打算真的嫁给你，这门婚事是2位老人家的安排，我尊重，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登记，对外做样子，应付各自的长辈，等时机合适，找一个体面的方式各自离开。这个方案你能接受吗？秦山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：应付谁？我的家族情况比较复杂，你暂时不需要了解细节。老头让我来，婚约是他应下的，我不打算毁约。我没说毁约，我说的是假结婚，应付长辈，到时候再离。也就是说，你需要用我装点门面，同时又不想跟我真正在一起。可以，我有条件。条件很简单，这段时间你的麻烦算我的麻烦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有很复杂的情况，有人在给你添麻烦，那些麻烦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我用什么方式，但我替你挡着。这期间你别想着把我撵走。苏婉清沉默了，这个答案超出了他的预期。他原本以为他会要钱，或者要什么别的条件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有几分本事，算你走运。恰好遇上。话说的极其淡然，没有丝毫的自夸意味，就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，这反而比夸海口更让人难以辩驳。先去登记，其他的事我们慢慢谈。
民政局的红本本还在秦山口袋里揣着，热乎气儿都没散。事情就来了，来人是个30岁上下的男人，西装笔挺，眼神带着股讥讽的松懈。青音，听说你今天去接人了，什么人值得你亲自跑一趟啊？苏伟，你有什么事直说。这就是老爷子给你找的人，从山沟里出来吧？这穿着，你家是请叫花子来做上门女婿？苏婉清刚要开口，秦山已经从他身后走出来，他没有笑，也没有生气的迹象，就那么站着，像棵不动的树。你是青音的堂哥，知道我是谁，还敢这么说话？你欠债了，印堂发黑，神色浮躁，眼睑有细纹，这是连续多日没睡好的迹象。你今天来不是为了看我们，是为了要钱。你欠了多少？你在关你什么事儿？青音现在是我的人，他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。你今天登门，不管是来要钱还是来找茬，都得从我这里过，明白吗？你的人，老爷子还没认可你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话音未落，右手已经抬起来，手掌张开，冲着秦山的肩头推去，却犹如一道残影，双指并拢如剑。他的手没有碰到，秦山的手收回来了，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碰到自己的。你做了什么？封了一条经脉，3天之内右手使不了劲儿，写不了字，也拿不了东西，钱也欠不了。过3天，如果你态度合适，我帮你解开。他终于什么也没说，攥着那条没有知觉的右臂，转身快步走了。你刚才针术没有创伤，也不疼，就是暂时用不了这条手臂。他是我堂哥，你刚才用在他身上的，能恢复吗？能。苏婉清住的地方是城南一栋独立的别墅。秦山背着布袋跟进来，扫了一眼室内，宽敞干净，每一件家具都合到在该摆的地方，但有一种奇怪的整洁，像是有人把所有东西都规制好了，然后就再也没有随手放过什么。没有乱放的书，像是一个展示样板杯子，而不是一个人真正生活的地方。苏婉清去倒了2杯水，端过来，把其中1杯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，自己坐到对面。你在山上住了多久？18年。楚老，他教了你什么？大概什么都教了一点。你刚才说看出苏伟要钱，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旺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，一个人的气色、眼神、体态会透露出他近期的状态。熟练了，能看出大概的吉凶祸福，当然只是大概，不是什么仙术。我现在的气色，你看出什么了？心脏不太好，是先天的，不是后天损耗出来的，从气息就能分辨。苏婉清的手指微微收紧，杯子轻轻碰了一下茶几，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否认。你知道这件事？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然知道。我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从小就有。那以后不要随便激动。就这一句话，你能治的我帮你治，你治不了的我帮你护着，这比说废话有用。苏婉清一时语塞，像秦山这种话说的这么直又这么漠然，听起来不像安慰，反倒更像客观陈述的，是第一次见。我问你一件事。说。你刚才说你来是因为婚约，不是因为我。那如果后来婚约解了，你就走？说不准，得看到时候。这个回答既不是承诺，也不是拒绝。苏婉清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我去安排一间客房，你今晚先住着。楼上脚步声还没有消失，别墅1楼的大门被人从外面砰的推开了。推门的人没有敲，进来的是在前面的是一个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。印房有暗色，但不深，是憋着一股火气，气息浑浊，有股打黑拳的金属生气。苏婉清练的脚步声就从楼梯上传来了。苏杰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老爷子给你找的人，和你没关系，有事直说。有没有关系，我说了算。伟儿的事你知道吧？是这个人弄的。苏伟先动的手，你没听到他是怎么说话？秦山在这个时候站了起来，走到苏婉清的正侧面，停下来，位置刚好挡在苏婉清与苏杰中间的位置。一个上门的，有资格插嘴家事？打了他堂兄的人是我，要谈，跟我谈。你算是他先要往我身上推的。你刚才说清苑集团是苏家的产业，你让他管。清苑集团是他父母创立的，苏家其他人在这家公司没有1分钱的原始股份。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给老头子我道个歉，然后……苏全感觉到了一点刺痛，下意识捂住了手臂，右腿从膝盖往下开始发麻，整条腿在原地微微颤了一下，没伤到骨头，只是暂时麻了，站着别动，不用大惊小怪。苏先生，你有3个选择：一，今天这事就此打住，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；二，你继续要闹，我奉陪，但结果不一定好看；三，你现在就去报警，随便你选哪个，但在你选好之前，请别再对金英动声色。你刚才说你查过清苑集团的资料？下山前查的，老头给了我一张名单，他给的钱就120，但资料给的挺全。别说话，
这个时候多一份力气都是在给心脏加重。你现在只需要放松。我还好。放松。好些了吗？谢谢你。以后睡前告诉我，我来给你扎几针稳一下，不用每次等到发作了再说。嗯。你昨晚没有睡，你坐了一整晚的走廊。不困。请。青音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我这2天心里总是惦记着你。楚长生，他还好吗？好。猪蹄吃得欢，棍子打得也准。还是那个样子，一点没变。青音，爷爷这辈子没看错过几个人。老爷子，您的手手给我一下。怎么了？还好，还有得治，但要快，再拖下去会更麻烦。我有一张药方，需要每天按时服，药苦得忍着。另外，我再给您扎几针，配合着慢慢来。楚长生说你什么本事都有，我原来不信，现在信了3分，剩下7分，等有机会再信。有件事要去办，我送你。你没有驾照。刘奶奶，你是？奶奶，怎么了？啊！我也有一块，和这个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秦山。我叫秦生。以前一个人过，今后不用了。老东西，保护费交不交？别提，别提！哪儿来的？找死！你们收这里的保护费，他昨天交过了，我见过他给你们的钱。今天你们再来，是食言。你管得着？赶紧滚！啊！10分钟之后自然好，但这10分钟，你们能不能先把这里收拾好，把踢坏的东西赔了，然后离开，别再让我见到你们在这里收保护费。明天换个位置，靠近市场入口，那里人多，他们不好动手。这个要不了这么多钱。买了个篮子。好看。今天谢谢你陪我去见爷爷。顾南，他昨晚又来过，被保安挡了出去。他今天早上发了条消息，说要见我。顾南是谁？
我过来，等我。你不用来，我自己能应付。我知道你能应付，但能应付和应付的好是两件事。这个城市比山大，但不比山安静。你习惯了就好。走吧，还有半小时。总裁，顾少来了。你坐着，我去迎一下。苏总裁呢？在里面。你有什么话先跟我说。秦山、苏婉清的人，你带6个人来，是打算谈什么？我来见苏总裁。这几位先在这里等着，你一个人进去，或者现在转身走，选一个。你练过？选哪个？顾少，我不想在苏总裁的公司里闹出动静，但如果你一定要，我奉陪。进去说话。青音，你最近换了风格，以前遇到麻烦，你从来不往人后面躲。我没有躲，顾南，你来是有事谈。当然有事儿。清苑集团最近在城南拿了一块地，正好我父亲最近也想在那个区域布局，想和你合作。清苑集团暂时没有对外合作的计划。青音，你知道那块地还有几家在看？换种说法，如果有顾家在旁边站着，他们就不敢动。我说的不只是生意上的合作。你的意思是用顾家的名头换清音的什么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所以有。你刚才说不只是生意上的合作，是在绕着说什么？直接说清楚。江州有几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？我数了一下，大概比你以为的要多一些。你左手无名指有一道细纹，走向告诉我不是练武，是打游戏。你眉心的气色虚浮，睡眠差，这不是一个有根底的人该有的状态。顾南，你现在的底气大部分是你父亲给的。有意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清苑集团的工作人员。顾少，我们回到正题，你说的合作，苏总裁不感兴趣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请回。我记住你了。我也记住你了，注意休息。顾少今天遇到的那个人，你查过了？查了，叫秦山，来历很简单，从山里下来的，据说拜在一位叫楚长生的老人门下，现在是苏婉清的私人助理，最近刚到江州，此前无任何记录。楚长生这个名字我在什么地方听过？20年前有一个走江湖的奇人，在江州一带短暂出现过，道号奇妙，帮人解过几件旁人解不了的事，很快就消失了。坊间说这人姓楚，但这只是传言，没有实证。把顾南叫进来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他。他说你的左手无名指有纹路，说你是打游戏留下的，准不准？准。他说你气色虚浮，精力不济，这也准？准。眼底深处冰冷的杀机与极致的审慎剧烈交织。这哪里是给我们住的地方啊？你是秦升，我叫苏婉清。我知道你，江州市清苑集团总裁。我在学校图书馆看过你的采访。你在哪里上学？成绩怎么样？江州二中高一，理科还好，语文作文不太行。老师说我写出来的东西太干，没有文采。文采是写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。多看书。哥，这里真的可以住吗？可以，放心住。秦升跟你很像，说话方式又少又直，问到了就说，没问到就不多说。我们在一起住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天，但你们是同一种人。他在那个学校应该过得不容易，
有没有想过换一所学校？知道，他在那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班主任，不换，把周围的环境理训就好了。你今天气色好一点。你总在看我气色，像是在盯一株正在生病的植物。植物该浇水，我帮你浇，长得好不好是你的事，我只管及时看到问题。不好听？没有，挺好的。这个多少钱？5块。嘿嘿。你这里的货，有的味道和寻常五金不太一样。五金嘛，各种来源，味道有点不一样，很正常。是，但机器发动机里头的零件拆下来要通风很多天才能散气，你这还能闻出来，说明量不小，也没散多少天。没别的意思，只是觉得货好，下次有新货，给我留一声。不用来接的。知道，顺路。这事儿没完。站在这里，别动。你刚才货车油路有问题，窜了一下，你靠边站比较好。你看出来那辆车要出问题？听出来的，发动机的声音不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秦山，你是蒙天虎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你脖子上的金链、衣服、说话方式，在这条街上能对上的只有一个人。老弟，你今天救了我，我蒙天虎记住这份情。不用记，是春路的事。秦山，我在别墅，我不太好。哪里不舒服？不是心脏，是喝了什么。顾南今天约谈我去了，喝了一杯他给的茶，回来之后开始觉得不对，我现在很难受。是下了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了，不用说话。要扎针，我需要你配合，不要用力，也不要动，你能做到吗？对不起，让你半夜跑来。不用道歉，但我要问你一件事：顾南今天约谈，你为什么去？他说有关于城南地块的试探，我以为是正经的业务往来，我低估他了。我不是需要人保护。我知道你不需要，但你心脏有问题，下了这种东西，你一个人扛是在拿命赌。我不打算让你赌。睡吧，我在这里等你睡着。不用。你的心跳今晚还没有完全平稳，我在这里是医疗需要，不是别的意思。你放心睡。好。有事出去一趟。帮我通报一声，秦山来访，有事见顾秦洛。家主说，请进。昨晚顾南给苏婉晴的茶里下了东西，苏婉晴有心脏病，这种东西对她有危险。你来是要我给一个交代？是。另外，我想知道这件事顾家家主知不知情？不知情。这件事是顾南自作主张。那就好。如果家主知情，事情就比较麻烦。字面意思，他是我的人，有人伤他，我当然要还回去，不管那个人姓什么。顾南那件事是他的错，我会处理。另外，
你的师傅是不是楚长生？20年前曾经用道号7庙行走于江湖的那个人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20年前，我欠过7庙道人一条命，这件事我一直记着。去哪里了？空着肚子出去？吃了路边的包子。奶奶，汤里放黄芪了吗？放了。你说要给京音那孩子补气的，我记着呢。家主让我转告，关于秦家16年前那件事，顾家当年查过，有一些线索。如果你想知道，可以来谈。在学遇到事了。是那个叫蒙博还是别的人？你知道蒙博？他爸是蒙天虎，前几天我在路口见过，你给我讲过一次。伤到你没有？没有，就是练习册。我不想让你去找他们，会让我在学校里更难做的。大家都会知道我需要别人帮我。练习册可以再买，人没事就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去学校找他们。你去哪里？拜访一个人，跟你没关系，放心吃饭。秦兄弟，是你。蒙哥。你儿子蒙博在江州2中，你管不管你决定，我不干涉家事，但你得知道这件事。我知道了，这小子我回去收拾他。不需要太重，让他去把那几本练习册赔上，当面道歉，这就够了。秦兄弟，你这个人，行，我明天就让他去。好，谢谢蒙哥。你那身打扮，陪我去见客户，会让人以为我把保洁员带来了。我觉得挺好。我不觉得。给他选几套正装，要得体的。还行。你刚才看了我3秒。我在看你身后的镜子。镜子里也是我。哟，这不是苏总裁吗？江州第一女神大驾光临，怎么亲自来给身边这位挑衣服？顾茵茵，这是江成军，江家大少爷也不弱，厉家不弱。苏总裁的新司机，还是？你最近准备出远门？关你什么事？如果是，我建议你近期不要出门。你印堂发黑，气色灰败，眉骨压着一团死气，这是血光临头的征兆。苏总裁，你身边这位是干什么的？算命的？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在男装店里给人算命的。装神弄鬼，我看你在苏婉晴面前刷存在感吧。可惜找错了方式。信不信你的事，我只是看到了，提醒一句。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吓他？忘记这东西不会说谎，他这几天会出事。江成军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今天下午他开车出门，在城东的高架上追尾了一辆水泥罐车，车头全毁，人送进了医院，听说断了一条腿，还有几根肋骨。还活着就好。你那天说的血光之灾，3、5天内印在他身上。这种事真的能算出来？不是算，是看。一个人将要遇到的吉凶会提前在他的气色上留下痕迹，熟练了就能看出来。那我呢？你看我的气色看到了什么？你的气色这几天比刚见面时好，主要是心脏稳住了，气血上来了一点，眉宇间的那团郁气也散了一些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最近遇到了一件你以为会很糟，但其实会往好的方向去的事。什么事？你要去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去，但不是为了线索。
顾青龙主动示好，又拿秦家当饵，说明他想跟我搭上关系。一是他欠我师傅人情，二是他可能从我身上看到了对顾家有用的东西。我去会一会他。秦先生，请坐。请帖上说有秦家的线索，我洗耳恭听。秦先生这手相术神奇，不知道能不能也帮我顾家看一看最近的运势如何？二爷想知道的不是顾家的运势，是你自己。秦先生说笑了，你眉宇有郁结之气，压着一桩你想做但下不了决心的事，对你有好处，但风险很大。秦先生，玩笑开得太大了。16年前秦家被灭门那时，当年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新姓家族。江州城里确实还有一个陈家，但是我当年也查过，那个陈家没有这个能力。什么意思？灭一个秦家，惊动了整个江州，能在一夜之间连根拔起，又把线索抹得干干净净的势力，陈家根本做不到。所以是被推出来顶罪的。是，真正动手的人把陈家当成了挡箭牌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20年前，七妙道人救过我一命，这份人情我一直没有机会还。现在他徒弟回来了，我能帮的会帮。好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如果能继续帮我查真凶，将来你顾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也不会推。这么晚了，熬什么药？给苏老爷子和苏婉清补身子的。奶奶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上了年纪，较浅。你这孩子对别人都这么上心，对自己呢？我没事，我身体好。你跟你爹真的很像，他当年也是这样，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从来不说，先想着护着别人。奶奶，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个好人，太好了，好到……奶奶，你放心，我跟我爹不一样，我护得住自己，也护得住你们。那2次救人，把我10几年积攒的先天精元耗了个干净，离宗师境的那一步被无限期的推远了。如果遇到真正的强敌，现在这个状态未必够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最近好像有心事。如果有什么事是你一个人扛不动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以为你只想跟我演戏，1年之后各走各的。早饭做好了，进来吃吧。我找苏婉清，你是谁？让她出来。她不在，去公司了。你是苏家的人。苏征，他四叔，你又是什么人？他的人，有事可以跟我说。原来你就是那个上门女婿，正好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聊聊，方便吗？聊，进来吧。小伙子，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我就直说了，你跟青青的这桩婚事，其实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好事。哦，青青那孩子身子骨不好，她有心脏病，随时都可能。你跟着她图什么呢？一个随时会没的人。这里头有1000万，你拿着，离开青音，我再给你介绍个好的，比守着她强多了。你说呢？青音如果离开了你们苏家的庇护，
你们就能拿到清苑集团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们一直打清苑集团的主意，现在有我护着，你们拿不到，所以你来劝我离开他。你想清楚，我是好言相劝，你如果不识抬举，我离开青音之后，你们就能继续欺负他，逼他交出清苑集团，对吗？还有，回去告诉你们苏家所有人，谁要是再敢动青音，不管是明着来还是暗着来，我都不会客气。你会后悔的。会不会后悔是我的事，现在，请你离开。苏家这群人，为了清苑集团，恐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怎么了？爷爷的庄园，管家说爷爷这2天精神不太好，想见我，让我过去一趟。我陪你去。林乐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就是你的那位上门女婿？你是青音的姐姐，苏静兰，青音的姐姐。爷爷在里面等你，进去吧。你身上有武者的气息，你也是，而且比我想象的强。青音来了，这几天身体怎么样？好多了，爷爷。秦山每天给我调理。秦山，过来陪我说说话。你的精元是不是空了？为了救青音，用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救我用掉了什么？先天精元是先天武者快要踏入宗师境了，精元一空，这一步不知道要退到什么时候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心脏有问题，那2次不救你，你就没了。宗师境可以等，你不能等。秦山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青英的身体我知道，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糟。我这把老骨头也撑不了多久了。我打算把青英逐出苏家。为什么？苏家那几个我的儿子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盯着清苑集团盯了很多年。只有把他逐出去，让他不再是苏家的人，他们才不能再用长辈和家法的名义去欺负他。你护着他的时候，也才能放开手脚，不用顾及苏家的脸面。另外，把他逐出苏家，也是想把他托付给你。我老了，护不了他多久了。楚长生的徒弟，我信得过。秦山、青音，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我会护着他，一辈子。好。青音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苏家的人了。爷爷，你说什么？我已经在家族里宣布了，把你逐出苏家。从今往后，苏家和你再无任何关系。以后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。哭吧，哭出来，好受一点。你爷爷把你逐出苏家，不是不要你了，是在护着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不再是苏家的人，苏家那几个叔伯就不能再用长辈的名义，用家法来欺负你。而我护着你的时候，也不用再顾忌他们是你的长辈，可以放开手脚。你爷爷是个很聪明的老人，他知道自己护不了你多久了，所以用这种方式给你争取了最大的自由，也把你托付给了我。他很爱你。老爷子把青音逐出了家门，你们怎么看？老爷子以为把青音逐出去，我们就拿不到清苑集团了。他想错了。什么意思？
以前他还是苏家的人，动他有顾忌；现在他被逐出家门，我们再动他就没有任何顾忌了。青音一死，他手里的清苑集团，按照继承关系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苏家，这就够了。那个秦山是个麻烦，他身手很高，上次老三带人去，连他的边儿都没碰到。我已经联系了江州地下道上的血管，只要价钱到位，他们什么人都敢杀，10亿杀他们2个。血管10亿，花10亿拿到一个过100亿的集团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动手吧，找个机会让他们死在外面，做得干净一点，别留下线索。放心，血管做事从不失手，这一次他们谁都别想活着回来。哼哼。青山，谢谢你这些天。不用谢，我答应过你爷爷，要护着你一辈子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点凉了，进去吧。城南楼盘那边出了点事，工地的一台设备坏了，供货商在郊外的仓库有现货，我得过去走一趟，签字验收一下，顺便看看现场。我陪你去，我在山里长大的。后面那几辆车从出城开始就一直跟着我们。听我说，等下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不要慌，听我的指令。他们要动手了。青山！我的车，他们真的想杀我们。跟我走，别回头。山林，那是我的主场。跟紧我！站住！开枪！追！分散包抄，目标受了伤，跑不远。对不起，我拖累你了。别说话，忍一下。刚才那种钻心的疼痛竟然完全消失了。现在能走吗？听好，你藏在这里，不要出声，不要动，不管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出来。你呢？我去会会他们。这片林子是我的地盘，他们进来是送命的。怎么了？不对劲，我感觉……
4个了。一组报告位置。2组。目标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有种出来，跟我正面打！我一直在。你是武者，先天。是谁雇我们？要不要听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放了我。我知道是谁，苏征，苏家出价10亿，要我和苏婉清的命。那2次，前几天有没有一个叫冷刀的人接过一桩任务？你怎么知道冷刀？猜的。你身上有一种经过多年训练的气息，但你又明显是临时接手的。你哥哥是不是前几天接了一桩任务，然后再也没回来？我的功夫，你废了我的功夫！留着命去做个普通人吧，以后别再杀人了。你没事？我听到枪声，我以为你……我没事，都解决了。那些人呢？走不了了，放心。你受伤了？小伤，擦破点皮。刚才搂着你跳车的时候蹭到了山石。别急。青山是苏家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他们雇人来杀我们的。是苏征。别难过，你还有我，还有爷爷，还有秦生和刘奶奶。得处理一下，这么多人死在林子里，还有这些车，如果被人发现，会有麻烦。报警吗？不行，我杀了人，虽然是正当防卫，但林子里10几具尸体，加上你这辆烧掉的车，牵扯太大，会很麻烦。而且苏家在背后，警方未必查得到他们头上，反而可能把我们绕进去。是我，苏静兰，你和青音出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一直派人盯着青音的安全。刚才我的人看到你们的车被撞下了山崖，我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你们现在什么情况？人没事，对方10几个枪手都让我解决了，现在有一堆尾巴需要处理。10几个枪手，你一个人解决了？你们在哪里？不要动，等着，现场我来处理。
这种事你们处理不干净。你能处理？能，等着。是林乐苑，苏静兰，她要来处理。她能处理什么？等着吧，你姐姐会来。她不是我姐姐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林子里的人全部清理，压下的车残骸处理掉，所有的痕迹、弹壳、血迹、轮胎胎印全部抹除。这条路上的监控我已经让人处理了，2个小时内这里要恢复成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。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的电话，以后遇到这种你们处理不了的事，打给我。另外，青音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他受了委屈，我可以替他出气，但他需要的是一个能一直陪在他身边的人。这个人不是我。如果你让他受伤害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答应过他爷爷，也答应你，我会护着他一辈子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也许他一直都在帮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龙煞虎，江州地下世界的一个大佬，黑白通吃，手段狠辣。江州有句话叫宁惹豪门，莫惹龙煞虎。他看上了城南那块地，这段时间一直派人去工地闹事。今天去工地就是因为这个？是，项目经理打电话说龙煞虎的人又去闹了，打伤了几个工人，我得过去看看。那是龙震庭的手下萧峰，很难缠。苏总裁，大驾光临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块地龙爷看上了，你就别在这儿耗着了，赶紧把地让出来，大家都省事儿。这块地是清苑集团合法竞拍下来，龙震天凭什么要？凭什么？就凭龙爷想要，你一个女的守着这么大一块地也守不住，不如做个顺水神情，说不定龙爷一开心还能赏你点什么。你说话注意点。哼，哪儿来的？苏总裁的新跟班？滚一边去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们一共16个人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转身离开，以后不要再来记这个工地，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。他让我们转身离开，我看他是不知道我们龙爷在江州是什么地位。今天非得让他知道什么叫不知天高地厚。废了他，但别打死。我要让苏总裁好好看看跟错了人是什么下场。我刚才给过你机会，你没要。这条手臂是给你的教训，回去告诉龙震庭，这块地是清苑集团的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打他的主意。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？龙爷绝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我得罪的是谁，我也希望他能来见我。你们龙爷如果聪明，应该会想和苏总裁谈一谈。取而代之。
你这样是不是得罪龙震庭得罪的太狠了？放心，龙震庭如果是个聪明人，接下来他会来找你谈。怎么谈？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，他不会贸然动手，他会想见一见我到底是什么人。这是龙震庭的产业，在他的地盘谈，对我们不利。去，他既然约了，就说明他想谈，而不是想直接动手。可是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这位就是昨天把萧峰打断手的那位。我是龙妖莲，龙震庭是我爸。你旁边这位是用毒的。小友好眼力，老夫古王区区薄技，竟能被小友一眼看穿。坐吧，既然来了，先吃个饭，边吃边谈。你刚吃过，这些你就别吃了。你这毒下得不错，不过当调料稍微淡了点儿。你知道这毒是什么？散功散，针对武者的，吃下去会散掉功力，对吧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敢吃？因为对我没用。我从小到大喝过的毒，比你这辈子见过的都多。师父，他既然散功散对你没用，那么老夫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扛得住。不错，小友既然认得，那就更好了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也会空虫之术？会一点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比老夫更精通空虫之术。既然你不肯收手，那就别怪我毁了你这些宝贝了。住手！住手！百毒针，重者必死！你这针速度太慢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龙妖莲，你父亲什么时候到？你可来了！这个人，他把古王师傅的毒虫全毁了，
龙震庭参见少主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没有，少主脖子上带着信物。信物？这块石头，只要持有它的人就是少主。我龙震庭此生为徒。你最好解释清楚。20多年前，我曾经身陷绝境，是一位前辈救了我一命。那位前辈道号玄妙，姓楚。我为报恩，愿此生为仆。但那位前辈没有让我跟随，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打磨了这块黑石，告诉我日后谁持有这块石头，谁就是我的少主，让我向少主效忠。你说这块石头是我师父打磨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少主如果不信，这块石头其实是一个机关，上面有7个孔洞，只要用细针依次插入这7个孔洞，石头就会发生变化，化作一柄小剑。少主可以一试。现在少主该相信了。龙震庭拜见少主。等等，先起来说话。权衡收下这个江州霸主，对未来运筹有大计。龙妖莲师徒想要城南那块地，怎么算？妖莲，你做的好事。爸，不就是一块地吗？你之前不是也说想要……闭嘴！那块地是少主的人的，你居然敢去闹事，你是要害死我龙家吗？少主，小女不懂事，冒犯了少主的人，是我管教不严。城南那块地，从今往后绝不会再有人去打他的主意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派人挡住其他觊觎那块地的势力，请少主放心。那块地是苏婉清的，他是清苑集团的总裁，也是我的人。以后他的事，你多照应着点。是，苏总裁的事，就是我龙某人的事。还有这位蛊王，下毒、控虫，样样都来。这种人留在身边，你不怕哪天被反咬一口？罢了，他的毒虫已经被我毁得差不多了。他这一身本事废了大半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你看着处置吧。走吧，事情解决了。少主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以后有任何事随时吩咐。另外，20年前秦家被灭门那件事，如果少主想查，我龙某人在道上的人脉，或许能帮上忙。好，这件事我记下了。行长家里出事了。是，银行的人说，行长家里这段时间接连出事，他自己也心神不宁，请了假在家。贷款的事急吗？有点急，城南那边还需要一笔资金周转。把行长家地址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去看看。看什么？他家既然接连出事，未必是巧合。我是清苑集团的人，想找郑行长谈点事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我想先提醒你一句：你家这栋房子恐怕出了问题。你说什么？
你家这段时间是不是接连出事，而且每件事都透着一股不清楚的邪门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懂一点这方面的东西。你家这栋房子被怨气笼罩，住在里面灾祸不断，是迟早的事。如果不处理，恐怕还会出更大的事。你能解决吗？我儿子他病了，医院查不出原因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？先让我进去看看。这盆仙人掌什么时候搬来的？这盆仙人掌放在这里有1年多了吧？是别人送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自从这盆仙人掌搬来之后，你们家就开始接连出事？就是这盆仙人掌摔断了腿，然后各种倒霉事接二连三。我的天，这只是一盆仙人掌啊！仙人掌只是仙人掌，但这个木盆的土里埋着的东西就不一定是什么了。找把铁锹来，我们把这盆仙人掌挖开，看看土里到底埋着什么。你是谁？我家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。老郑，这位先生，他说他能看出我们家的问题。他说门口那盆仙人掌土里埋着东西。胡说八道！一盆仙人掌能有什么问题？我看你就是个江湖骗子，趁我们家出事上门来招摇撞骗。郑行长，我不需要骗你什么，挖开看看，几分钟的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家门口怎么会埋着一具婴儿的尸骨？我们和一具尸骨共同生活了1年多。郑行长，这盆仙人掌是谁送给你的？是1年多以前，有一个自称是风水师的人主动上门，说我家风水不好，需要在门口摆一盆仙人掌镇宅。那盆仙人掌就是他带过来的。那个风水师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他自称末半仙。小先生，求你救救我们，救救我儿子！只要你能救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先别急，你儿子的病是因为长期住在这怨气笼罩的房子里，受了怨气侵蚀。现在埋着骸骨的木盆已经挖出来了，怨气的源头断了，你儿子的病会慢慢好转。我再给他开个方子，调理几天就没事了。谢谢小先生。不过，现在有件更重要的事，你们得先做。什么事儿？报警。报警？这种邪门的事，报警有用吗？这不是什么邪门的事，这是一具婴儿的尸骨，一桩人命案。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死了，被人用这种方式埋进了你家，这本身就是一桩需要警方介入的刑事案件。那个末半仙用这种手段害你们，背后一定有原因。警方介入，顺着这具骸骨和那个末半仙查下去，或许能查出一些你们想不到的东西。是你？这不，秦先生，怎么哪里有事哪里就有你？巧合。哎，初步判断，是一具出生不超过3个月的婴儿的骸骨，死亡时间至少在2年以上，具体的还需要带回去进一步检验。秦先生，
这事儿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郑行长家接连出事，我来看看，无意中闻到了门口那盆仙人掌的土里有股不对的味道，就让他们挖开看了看。那个送仙人掌的末半仙，你们能查到吗？我们会顺着查。这种用婴儿尸骨害人的案子性质很恶劣，队里会重视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，如果查到那个末半仙的背景，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你对这个末半仙有兴趣？算是吧，我总觉得这个人不简单。不过这案子牵扯到人命，你最好别乱查，交给我们处理。郑行长家的事解决了？解决了一半，他儿子的病会好，但那具骸骨背后的事还没完。你在担心什么？那个用骸骨害人的末半仙，用的手段很阴损，很专业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你觉得他背后有人？而且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个人背后的势力，可能和我要找的人有关。你要找的人？青音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，我不是孤儿，16年前，我的家族被人灭门了。顾秦龙告诉我，那个陈家只是被推出来顶罪的挡箭牌，真正的凶手藏在更深的地方，能量大到能在16年里抹平所有的痕迹。一个2岁就经历了灭门的孩子，他的心里装着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东西。对不起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道什么歉？我以前一直觉得是我自己最可怜，父母早逝，被家族里的人算计，我还跟你闹脾气，嫌你土，嫌你说话不好听。你本来就该嫌，我说话确实不好听。青山，你查那个真凶，需要帮忙的话，告诉我。清苑集团，我都可以帮你。知道了，但这件事急不来。那个人藏得很深，我现在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查。那郑行长家的事，那是一条线索。那曾一直横在2个人之间的壳子，在这一刻彻底碎掉了。江州最大的药店是哪一家？清风堂是江州医道圣手，它的产业药材最全，品质也不错。医道圣手，江州乃至整个江南省有名的中医，据说没有他治不好的，很多豪门上族都请他看过病。他在医道这一行的地位非常高，没人敢得罪。没有他治不好的病，这话太满了。你不信？医道一途博大精深，没有人敢说自己什么病都能治。敢这么说的，要么是吹牛，要么是还没遇到他治不了的病。拿纸笔了。哎，照着这个给我抓4副。所有药材都要最好的，价钱不是问题。先生，您这方子药材也太多了，而且，先生，您这方子恐怕有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这方子里有好几味药材，药性是相冲的，比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如果按这个方子抓药煎服，会出大事的，甚至会出人命。你只看到了药性相冲，却没看到这些相冲的药性是怎么被中和的。中和？这方子你看不懂是正常的。去，把你们这里最懂行的人叫来。这方子是你写的？是。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张方子，
也不知道你抓这些药是想做什么。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张方子如果按它煎药服用，吃下去的人必死无疑。你说它是毒方，理由呢？理由？这上面足足有几十味药材，药性两两相冲，是药三分毒，药性相冲的药材混在一起，毒性会成倍累加。吃下去，轻则脏腑受损，重则当场毙命。这种最基本的药理，你不会不懂吧？我懂，我比你更懂。你比我更懂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既然懂药性相正会出人命，为什么还要把这相正的药材写进一张方子里？我没有说完，你只看到了药性相横。那我问你，这方子里有一味药叫火冰涌，你看到了吗？火冰涌，看到了。这味药药性平和，温补身体，但是它和那几味相冲的药材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火冰涌药性平和，可以作为药引调和诸药。那几味看似相锋的药材配上火冰涌，相逢的药性不仅会被中和，还会相互激发，让整副药的药效成倍提升。这叫以冲解和，相反相成。什么事儿？吵吵嚷嚷的。师傅，这位先生拿来一张方子，我看有些问题。这方子是你写的？是。是哪位高人传给你的？我师父。你师父是谁？道号玄妙。玄妙道人姓楚。你认识我师父？老朽见过这位小友，请问玄妙前辈，他老人家可还安好？我师父挺好的，每天吃着猪蹄，喝着小酒，活得有滋有味。还是当年那个样子，分毫未变。唉。20年前，老朽的医术遇到了一道瓶颈，苦思多年不得其解。是玄妙前辈路过江州，点拨了老朽3句话，当年还点拨过这位医道圣手，老朽才得以突破，从此医术大进。没有玄妙前辈当年那3句话，就没有今天的江峰。这份恩情，老朽一直记在心里。可惜玄妙前辈点拨完飘然而去，没想到今日竟能见到前辈的高徒。刚才那张方子，老朽看确实看穿出了一冲风合的妙处，但是老朽有一事不明，想向小友请教。你说，那方子里共有98味药材，但老朽看来看去，总觉得似乎还差了一味最关键的主药，不知道老朽是不是看错了？你没看错，这方子的确还差一味主药。敢问是哪一味？江老，这方子是我师父毕生心血所凝，那味主药是方子的核心。是老朽冒昧了，一张好方子是医者的命根子，理应保密，是老朽唐突了。江老，我今天来是抓药的，给一位长辈调理身体，麻烦你照着方子把药给我配齐，主要我自己有，不用你们的。好，小友放心，老朽亲自给你配药，所有药材都用清风堂最好的。小友，这些药是老朽的一点心意，不收钱。该多少钱就多少钱，无功不受禄。江老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们说好的学术交流，您怎么又躲到这里来了？威尔逊先生，我不是躲。江老又在给人开这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草根树皮？你瞧不起中医？哼，年轻人，我不是瞧不起，我是在陈述事实。
你们的中医，什么针灸啊、把脉啊、阴阳平衡啊，我都研究过，没有任何一项能用现代科学去解释、去验证。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，不是骗术。没有科学依据，所以就是骗术？难道不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时不时肚子会痛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这肚子痛，去医院用你们最先进的仪器查了很多次，却什么都查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调查过我？我用得着调查你？望闻问辍是中医的基本功。你脸色蜡黄，气血看似丰盈，却有日渐亏竭的征兆。再加上你说话时下意识的会用手按一下右下风的位置，综合起来就能看出你腹部有问题。你们的仪器查不出来，是因为你这病不是器质性的病变，而是你的肠道里有一条寄生虫。寄生虫不可能，我做过粪便检查，没有发现任何虫卵。普通的寄生虫会留下虫卵，但你肠道里的这一条比较特殊，它很狡猾。你说我肚子里有虫，空口无凭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？那好，我让你信。你想干什么？给你治病，用你最瞧不起的针灸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先生，我错了，中医不是骗术，求您收我为徒。你起来，我不收徒。先生，您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医道，我以前太过狭隘傲慢，求您收我为徒，我愿意奉上学费，诚心请教。我不收徒，那条虫子吐出来，你以后就不会再腹痛了。至于拜师的事，免谈。那您能不能教我？针灸博大精深，不是你3言2语就能学会的。你想学，先把中医的基础扎10年8年再说。江老，药我拿走了，多谢。小友慢走，小友，老朽斗胆有个请求。你说。以后如果小友得空，能不能偶尔来清风堂坐坐？老朽在医道上还有许多困惑，想向小友请教。有空的话会来。中医如此神奇。苏家那几个叔辈雇凶失败之后，似乎暂时收敛了，没有再有新的动作。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缓，那个隐藏的真凶，更是像一根刺，扎在他心里。秦先生，郑行长家那个案子有进展了。那个莫半仙查到了，但是情况有点不对劲。怎么说？那个莫半仙儿真名叫莫怀山，是个混了很多年的江湖骗子。按理说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，但是我们去抓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死在他自己租的房子里，现场伪装成煤气中毒。但是法医验尸发现，他是被人用一种很罕见的毒毒死的。死亡时间就在我们去抓他的前一天晚上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们查到他之前。是，秦先生，这个案子越来越不简单了。这名涉案人员疑点重重，诸多细节不合常理，我们还未来得及审讯，他便意外出事了。这意味着那个躲在背后的人反应极快，行事果决，而且对安保机构的动向了如指掌。我对毒略懂一些，
也许能看出点什么。行，我想办法把检验报告弄一份给你。但是，秦先生，这个案子水很深，你千万小心。这份关于莫怀山中毒身亡的毒物检验报告，详细列出了从莫怀山体内检测出的各种成分。法医说的没错，这种毒很罕见。它不是单一毒物，而是由多种本身并不致命的成分混合而成。这些成分混合在一起，就会产生是一种极其霸道的，能在短时间内让人脏腑衰竭而死的剧毒。而且，这种毒无色无味，中毒后的症状和煤气中毒极为相似，极难被发现。这种以多种无毒之物混合成剧毒的下毒手法，我在哪里见过？师父当年教我辨毒时提过一个极其古老阴暗的流派，用寻常之物调配剧毒，杀人于无形。师父说，这个流派传承隐秘，行事诡谲，江湖上已经很多年没有他们踪迹了。而现在，莫怀山恰恰就是死于这种毒。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躲在莫怀山背后的，绝不是江州寻常势力，那是一个传承隐秘、精通邪术与毒术的神秘流派。这种能量，这种行事的风格，能在一夜之间把秦家连根拔起，又把所有线索都抹得干干净净。真凶的能量大到超乎想象，一夜灭门抹出痕迹，杀人灭口，剧毒无形。这两件事背后的行事风格，那种阴损隐秘的特性，惊人的相似。16年了，灭掉我秦家的真凶，藏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，从未露出过一丝痕迹。而现在，因为那一盆埋着骸骨的仙人掌，我终于第一次触碰到了那只手露出的一丝极淡的痕迹。16年的复仇之路，终有第一个清晰的方向。清苑集团的几笔贷款被银行提前抽走了，还有2家原本谈好的合作方，今天上午同时通知我暂停合作。苏家做的？应该是。雇凶伤人，他们没成功，现在改用商业手段了。他们在金融圈商界经营了几10年的人脉，要卡死清苑集团的资金链太容易了。很严重。城南那个楼盘是清苑集团的全部身家，工程进行到一半最缺钱的时候被人这么一掐，如果资金链断了，工程停摆，前期投入的所有钱都会打水漂，到时候清苑集团就完了。需要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就算你弄来钱填上这个窟窿，苏家在商界的人脉还在，他们可以一次次的用同样的手段逼我。今天卡贷款，明天断合作，后天搅黄招标，这种事是没有尽头的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也有一个能在商界与苏家抗衡的靠山。你姐姐苏静兰，她不是我姐姐，而且她怎么可能帮我？青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个姐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她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处理掉山路上10几个人的尸体，抹掉所有的痕迹，这种能量绝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有的。那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现在遇到的这个商业上的麻烦，也许只有他能帮你。喂，清苑集团的资金链问题我已经知道了，被抽走的几笔贷款我让人重新接上了。那2家暂停合作的公司明天会主动来找你恢复合作。另外，苏明、苏杰、苏征他们在商界用来对付你的那几条线我都掐断了，以后他们想用商业手段对付你没那么容易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我妹妹。你少来！你要是真把我当妹妹，上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抢走我所有的朋友，让我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？你为什么？林青音，有些事你现在不明白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我不想明白，我只想到你为什么。他帮了我，可是我还是恨他。我恨他，可是我又搞不懂他。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你现在遇到的这个商业上的麻烦，也许只有他能帮你。